大家好，过完年又要面对这失控的杂草了。由于年前的工作重点摆在房舍修整自然农法下自然得要一番修整菜地整地时呢，除草需要时间清除的杂草晾干更需要时间影片的拍摄方式就很难依照作物种类进行分类由于气温上升的速度有点快边整理边种植会是比较好的方式后院的种植环境虽然有路灯照射但是在这角落的仅存菠菜呢，自然的生长状况还不错算是可以躲过路灯照射的位置才得以长到这么大株，却没有提早开花。这个位置是以前的反季节种植区主要是用来延长秋冬作物种植的时间因为上方有搭设棚架，在太阳行走路径还未偏移到后院前得先让棚架上先长上遮阳的藤蔓类作物于是挖了一株野生的百香果原生苗来遮掩日照由于这株幼苗呢，也生在砖缝间的不良生长环境不方便挖掘，拉起时呢，直接就完全脱土了。不然进行移植时，还是建议带土移植会比较好而这株出生就先经历恶劣环境考验过虽然直接挖起，却还有不少的细根换了疏松土壤的环境呢，理应可以很快恢复生长目前的期望是2个星期可以上棚架，2个月内呢，可以让枝叶布满棚架，并且开花结果希望它可以不辜负个人的期待毕竟这下方的土壤呢，有基质含量特别高而将侧茎先行修剪，除了方便管理之外呢，底茎长出的速度也会加快，容易储存养分这在一般的藤蔓类种植都很有效至于另外用瓦片围住的原因，不是要挡风防寒毕竟天气早已经开始转热这是一种预判与保护由于这位置的菜床呢，杂草已经清理干净土壤可见也非常疏松这很容易吸引狗跳进来玩土没有特别防护一下呢，很快就会被狗挖掉而浇水时，很多人喜欢将水浇在主茎上以为这样水分才容易吸收却忘了植物主要吸水的根系是细须根，而非主根时常往主根浇水的下场呢，却很容易导致浮根的现象。根系既称之为根系还是让它留在地底下会比较好接下来在一旁要种植的是结球莴苣这种生菜呢，就算不喜欢吃菜的小孩子也愿意生吃也就是常见汉堡中夹的生菜不过因为生吃时呢，使用的部位是结球的位置所以种植的时间要比大陆妹还久不喜欢生吃的话，熟食也非常细嫩过年期间呢，光看鲜嫩发亮的菜叶就被不少人采收回家了。更甚者是预定了清明节要拿来包润饼只是在这低日照的位置呢，生长速度不知是否可以赶上清明节而在家庭种植时呢，为了加速结球，种植的间距可以缩短一点让其在生长时叶片彼此挤压，会有提早进入包覆的效果而事先进行育苗才进行移植有一个好处由于植株已经有一定的高度种植过程已经领先草籽一段时间了，在成长过程中挡住了光照很可以压抑杂草生长的速度等采收完再做一次大清理，可以省掉过程中进行管理与除草的时间
移植完毕、浇完水之后呢，就可以来看一下个人对于种植环境的观察力与掌握度啦。角落特地留一个空间没有种植撑不到3天呢，还在想如何防护一下角落马上就被狗挖了一大块土起来啊。所幸农损不高啊，百香果还依然健在。而这是前院过年前结球莴苣进入结球的状态啊，看到翠绿的样子被误以为是大陆妹直接被人拔去煮了，还说怎么这么细嫩其实这可以采用折中的做法，一菜双吃外叶拔去煮，结球的位置就生吃为主单纯要煮的话，种植大陆妹效率会比较快另外呢，福山莴苣大陆妹的品种感觉会更为细嫩这在影片后半部再进行呈现。现在在提供移植的小技巧在进行移植前一天就可以先行将土壤用水浇透了，因为这在比较高的位置进行育苗之外呢，一旁还有血质芋头可以提供蓄水的效果挖起幼苗时呢，根系就非常容易带起土块进行种植时就会变得非常轻松之外存活率会很高恢复生长期也可以很短。至于种植完毕之后，也一定要进行浇水除了提供水分，也可以让不同土壤之间产生连结而在浇水时，建议浇在间隙的位置就好，可以避免幼苗被水冲刷倒塌。最后，这侧是低日照区目前是种植福山莴苣、结球莴苣与波士顿奶油莴苣预防性的怕气温突然上升得太快就种在棚架下，让它们慢慢生长生菜对于日照的需求可以不用太高只要有侧光呢，就可以长得相当不错最后来个动动脑时间想象一下获赠的这大件杂草抑制席该如何有效率的使用，欢迎提供意见目前还在规划中谢谢收看。